Hello，大家好，我们每个月的抽牌时间又到啦。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的西元历的5月30号到6月26号，即将要迎来玛雅历的第12个月份。第12个月份是我们的水晶兔之月，在这个月里呢，我们的主题走到了黄色的收成城堡，然后会是从 King 172的电力黄人一路走到了 King 199的自我存在蓝风暴。对。在大家选牌之前呢，先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月其实水晶兔之月的一个核心大概问是：我如何全然的奉献给生命？我该如何与他人、与世界合作呢？在这个月啊，我们会共同跨越白狗波伏的爱、蓝叶波伏的丰盛梦想，以及黄战士波伏的勇敢。这个是一个需要我们将内在的光芒扩展、奉献，而且跟这个世界、跟这个集体做一个连结的时刻。所以呢，今天的这4副牌卡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闭上眼睛，然后做3个深呼吸。深呼吸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哪一组牌卡最吸引你的目光。好，接下来先来帮选 A 的朋友们做解读。第一组牌卡选 A 的朋友，这4张其实都蛮互相呼应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其实有一个蛮明确的讯息是，如何透过内在的断舍离啊，去找到你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来达成你自己跟你真实自我的连接。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如果刚好之前前几个月有选到的朋友，这张其实也是重复出现的牌卡。这张神圣的气息，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的关键字其实是将逆境视为契机，然后去建立你行动的惯性。就是其实啊，我们可以将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你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的状况，去看作是你成长以及跳跃的那个契机。它是一个让你可以发挥你的潜能，让你的行动可以更有意义的那个时刻。就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啊，很常把举例来说人际关系的卡关啊，或者是理财的瓶颈，我们很容易把这些眼前的挫折定义成不好的事情或灾难。但这张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把眼前的逆境看作一个很简单待解决的问题就好了。只要你跨越了它，就是你去面对它的那个心态，去做一个微调，你大脑就会把你那个恐惧的模式切换到创意模式，就是只要我们想办法解决它就好。对，所以让我们就是去吸气，然后吐气，接受这个状况，然后我们去付诸行动的完成它，我们就会打破这个僵局。然后你看哦，你同时啊，你这组牌里面还有抽到隐者牌。隐者牌啊，它是彩油牌里面的9号牌，上面是蓝绿色，下面是绿色的。绿色啊，它其实代表方向跟空间；蓝绿色呢，它就是一个个体化的旅程，也是新时代的沟通。所以隐者，你看，隐者他手中提着灯笼，他其实是在走出这个山洞，你有看到吗？他在走出这个山洞，走出那个制约，透过个体化的这个过程，他提醒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去发挥各种潜力、各种价值。过去的东西已经是固化的状态了，你可以放下这一切往前走了。我觉得你就跟着你的灯吧，跟着你的灯往前进。然后第3张牌，所以我说它其实都蛮呼应的是，这张牌啊，它是第8脉轮的牌，连结。当你愿意放下过去的制约往前走的时候，连结就会发生了。这张牌对应的是我们的第8脉轮，然后是在我们的顶轮在往上的，它也是跟宇宙高我啊、星际源头连接的管道。所以你必须要先跟自己的灵魂重新连接上了，然后不管是透过冥想也好啊、扩香也好、静心也好，简单来说就是清理的能量状态。当这个管道畅通了，你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接收到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因为你看嘛，其实你是有创造力的需求的，你也是有创造力的想法。其实你的第1章也在告诉你要用比较有创意的模式去看待那些你觉得是困难的问题，然后当这些
直觉啊指引进来了，你就可以去知道如何在这个月份跟他人进行更高频率、更好的合作。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开头有提到的嘛，6月它是对应第12个月，然后第12个月是水晶的兔之月，是一个需要很通透的跟别人合作的一个月份。然后最后一张给你的提醒是，结合这个通透合作的概念啊，就是真正的合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委曲求全，也不是等待别人给你允许。当你能够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情绪啊，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回你生命的主导权了。这个是第一组朋友的讯息，分享给你。接下来来帮 B 组的朋友做解开。你有发现吗？你的这2张的颜色都蛮相近的。对 ，B 组的朋友呢，如果说啊 ，A 组的朋友他其实是在找回他的自主权的话，那你们的话呢，这一组牌卡显示的比较像是你即将迎来一场重生跟转化吗？就是跟天赋以及本能会蛮有关系的。这个月啊，因为我们的那个水晶兔之月有横跨了白狗波符跟蓝叶波符，它是爱跟丰盛跟梦想有关的状态。你这组牌卡啊，我这样看下来啊，如果当你愿意无条件的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时候，感觉宇宙在这个月份会给你很多源源不绝的丰盛。接下来一一帮你解读看看。第一章，释放你的创意吧。你真正被压抑的啊，可能不是你那个能力，可能是那个真的很真实的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现在在做的手上的事情、工作，也许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真正想做的，还是你希望别人认可你才去做的事情呢？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害怕去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害怕不被接受。就是大家好像会习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里面，慢慢的我们把自己塞到社会标准的框架吗？就大家觉得好的那一方的时候，所以你真正内心的状态就不太敢表达出来，你也不敢冒险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你也不敢跟别人家不一样，也不敢比较规矩的做那些大家说好的事情，所以最后可能就会活成一个非常安全版本的自己，对，而压抑了你内心真正的热情。我觉得你可以检视看看你最近的生活有没有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啊，你知道你的这张是不知道你对塔罗牌有没有了解？这张其实是塔罗牌里面愚人的回归旅程。相较愚人本身，这一张看起来是充满着喜悦以及丰盛感更多的。它的名字叫做重生之人。你有发现啊，他的脚其实跟愚人比起来，他的脚更落地、更扎根了。这个是彩油品的颜色，它上层的黄色啊，代表着幸福喜悦，代表着自我意识；下层的粉红色呢，是海底轮的加光版，红色的加光版，粉红色，它带有更加落地啊、更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的意思。所以这张牌会跟自己是否自我接受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哦。过去的愚人啊，他可能是天真带点盲目的冒险，但是回归的愚人，他的脚步更落地，所以其实它也在意味着经过生活的淬炼之后，也许你依然选择相信生命，而且你拥有了把那个梦想落实的智慧跟执行力，因为它是一个带着丰盛的感觉回来的。所以当你能够无条件接纳自己的脑海中的不完美的时候，因为爱就是要带着无条件的感受的嘛，所以如果你有带着无条件的状态去接纳那些你觉得自己曾经的不完美，你的内在就会升起那一股充满喜悦的黄色之光，然后就可以开始往前迈进这一步。我想6月又或者是5月底的这段时间，你可以检视看看过去的你是不是有受困在一个社会框架底下，那接下来的我们，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更有能量、更有力量走出去的。来又对应到我们后面抽到的这2张牌，第8脉轮源头牌卡上的讯息啊，其实蛮温柔的，在提醒你，
请认知到你是光的一部分，所以生命中的好与坏啊，或者是事业上的顺境跟逆境，其实都是我们灵魂学习旅程的一部分。请你相信那个源头，请你相信一个宇宙正在源源不绝的从背后支持着你。对，然后我觉得也刚好对应到这个月，就是这个水晶兔之月的最后，它其实是结束在 King 199自我存在蓝风暴。当你愿意去相信，当你勇敢的踏出那一步，丰盛的往前的时候，风暴过后，它就会是最肥沃的土壤。接着验证牌卡，真正的幸运跟智慧，我在想，它不会是一直这么高频的存在。如果它其实是起起伏伏的嘛，所以如果我们不要一直只去追求那个顶峰的状态，不去追求那个你在社会框架底下觉得那个好的标准，不要一直去追求这件事情的话，你有一个很棒的平衡的话，就是你明白起伏是一定有的，你明白我即便下去了我还是会起来的那个心态存在的话，我觉得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所以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宇宙其实也在告诉你，请你跳出那个安全版本的自己吧。你的内在是拥有那个有能量的平衡的，你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动，当你不再害怕不被接受，当你不再害怕不在体制内，不在框架内，你就是那个能为自己也为他人带来丰盛的重生之人的状态。好，大概是这样子。那祝福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在这个水晶兔之月里面，活出那个最平衡的自己。来到我们的第三组 C 组的朋友，如果说前面的两组是在经历内在的断舍离跟找回他们的天赋的话，那么第三组 C 组朋友，在这个水晶兔之月的你们抽到的牌呢，它应该会是一个扩展，扩展跟承接吧。在这个月，宇宙要带领你们去破除那些对于匮乏的恐惧，对，拿回你本该有的能量跟丰盛。OK， 先从第一张开始咯。第一张直面逆境，请你勇敢的硬起来，直面挑战吧。这张牌其实画面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它的画面里面是一个人正坚定的走向一个巨大的通道，未知的通道。然后这个下面写着，这是一条如果一条路它没有起伏没有弯道的话，这条路会很无趣的。所以其实这张牌也在告诉你，生活里面真正能带领走向更高层次的道路，往往都会伴随着一些挑战压力或者是未知。因为成长本身它其实就是需要去，不管是扩大你的舒适圈也好，跨出你的舒适圈也好，反正成长本身它其实就是要去冲撞你的舒适圈的。所以恐惧通常都不是你的问题，逃避才是。所以这个月就让我们硬起来，直面它吧，去试试看。如果有一些你觉得过去你可能不敢挑战的专案，或者是不敢面对的议题，也许在这个月你可以试着去面对看看哦。然后呢，这张牌是皇后牌，彩油塔罗里面的皇后牌，星轮瓶哦。它上层是蓝色，下层是绿色的。它的回归旅程是81号瓶，无条件的爱，上下都是粉红色。在这张牌里面，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亚特兰提斯宫殿，它代表着古老的智慧。然后，皇后牌其实会告诉你的是，请你去丢掉你心中那些不必要的过度防备，或者是沉重的包袱。它在告诉你，你可以借用丢掉这些沉重的包袱，找回你不管是决策上的轻盈感，或者是情绪上的轻盈感都好，
因为这个蓝色啊，它带给你内在其实是平静跟信任，然后帮你把心轮打开空间，所以这个月放轻松吧，放轻松的去面对那些你看到的挑战。你要知道你是有能力跟有那个底气去面对他们的，而且当你不再为了那个生存而焦虑的话，你就可以像这个皇后一样，很惬意的坐在河畔边，优雅又大方。就是呼应这个月的主题，要去合作的话，皇后的牌带着很大的爱，所以你可以充满着爱的去跟这个世界合作。当你能带着爱的去跟这个世界合作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资源啊，就会跟这个皇后一样，是如此的丰盛。是一张我蛮喜欢的牌，心轮牌。然后呢，这个来哟，这张是第一脉轮，我们的海底轮，海底轮的值得。就是如果你在工作啊，或者是生活、金钱的安全感上，就是会有不平衡的话，不管你是觉得对未来感到不安，或是对钱感到不够，我觉得这个月份其实在提醒你，你要去审视一下这样子的念头。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来趁这个月的时候去改变一下你的匮乏意识，请你慢下脚步来，好好的审视自己的生活。就像前面看到的，当前的挑战跟卡关，它都是一个学习跟扩充的旅程。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着用一些字词去告诉自己的大脑。举例来说，可以跟自己的大脑、跟自己的内心说：“我值得过上安定又丰盛的生活。”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像真实的内在的我是充满勇气跟力量的，我是不会害怕的。当你从你的潜意识里面为自己就是输入了那些我值得的信念的话，你就可以更有安全感、更有底气的去跨过那每一个难关。我觉得你要去相信我们的潜意识是会创造出实相的。当你开始把那一些相对肯定的语词放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更有力量的去面对那些你碰到的困难哦。然后呢，配合这个月的白狗波符，对，因为会跨到一个白狗波符嘛。白狗波符无条件的爱，它其实是在告诉你啊，真正的爱啊，不是去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也不需要去委曲求全的去迎合你想要靠近的人。每一个人啊，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人的选择，大家都要自己承担。所以，请你不要去选择承担了别人的情绪。当你把目光放回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才能把所有的能量拿回来，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个月选 C 的朋友，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提醒你们这个月可以试着把自己的匮乏意识转变，让我们渐渐的走向一个像皇后般丰盛的姿态。面对眼前的压力跟未知的时候，请拿出战士般的精神，直面的去迎战吧。然后深信你自己是值得拥有这最好的一切，同时我们还可以很明确的划清情绪的界限，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包袱。你本身其实就会是丰盛的代名词，我们不需要向外求了，你自己就是那个力量本身。祝福你喽！接下来呢是选 D 组的朋友，这张牌我真的很少抽到第一次抽到，然后我自己蛮喜欢的。第四组的朋友，先来解释第一张牌。悲伤本身啊，它其实也是生命的流动。也许你最近在事业上或生活上，也许你有遇到一些不顺心或停滞期、低潮的事情。我跟 A 组的朋友好像有点像。这其实是你的生命正在进行一场大扫除，还有重新整理吗？对，就是你的生命跟灵魂也许正在重新整理。这张牌呀，它其实在它的说明里面有放了一段达赖喇嘛的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也分享给你们。
他说啊，悲剧应该被转化成力量，不管经历多痛苦，真正的灾难是失去希望。所以啊，就是情况本身并不让人害怕，让人害怕的是失去那个面对的勇气跟失去面对的希望。所以咯，悲伤它其实也是你爱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都没有体验过失去啊，或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低谷，我们也可能很难去真正的理解那个拥有的美好，或者是那个爱的重量，或者是生命的珍贵等等。所以我们不需要急着把那一些悲伤低潮的情绪赶走，请你诚实的陪伴你自己一下吧。我觉得诚实很重要哦，就是很真诚的面对你此时此刻的情绪。然后呢，这张我们好像上个月有抽到过，圣杯8 43号创造力，上下都是蓝绿色，双层的蓝绿色，它也代表着极度纯粹的个体化旅程。画面中这个身着白袍的圣者，他转身离开了眼前的这8个圣杯，坚定的朝着那一座高山，朝着夜空中的满月和一条花路去前进。所以过去，我觉得在这里的诠释啊，跟这个其他的牌一起诠释的话，我会觉得过去那些看似很稳固、很让你感到安全的旧环境、旧观念，也许它此刻已经没有办法滋养你了。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去找到那个新的道路。我们不用去跟别人比较，不用去比较成就啊，比较进度啊，比较财富之类的，就是可以像这个圣者一样，带着个体化的力量，带着你个人理解到的属于你自己的见解跟价值观，然后坚定的往前走。也许这条路可能一开始是需要自己独自前行的但它的终点是一个很美的满月，就是一条专属于你可以越走越坚定的花路。所以请不用害怕一开始的独自奋斗，当你愿意踏出去之后，一定会吸引更多跟你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努力的。对，这两张颜色好像就搭配着第6脉轮的天赋啊，我觉得你不用去，有点像呼应这张吧，你不用再去应付、去勉强做那些也许是旧有，或者是你不擅长，或是觉得痛苦的事情了。对，第6脉轮是我们的眉心轮嘛，它是我们的洞察力跟直觉中心，所以在这个月啊，你可以试着，用更高的角度去看透那个事情的本质。你会明白啊，也许目前你如果有遇到低潮或者是转换，都会是最好的安排。请试着找出那个你可以真正发挥天赋的，然后可以让你的技能啊，你的喜欢的事情真正被展现的那些道路。身边的人认定的那些成功啊，可能跟你的天赋并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被限制了。你要去挖掘你自己体内的宝藏，跳出那些框架去看自己吧。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当你有了好的洞察力的话，你会知道哪一些是真正属于你的道路。OK， 然后最后一张，我活出最有价值的自己。你看是不是？其实都蛮呼应的。当你去清理了活在他人评价的这种意识的时候，你会活出那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定义中觉得好的那个你。用自由意志去做出符合你的选择，其实也会呼应了这个水晶兔之月的第一天，电力黄人。电力黄人会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怎样的做法才是对自己最高最好的服务。对，所以别人的定义啊，只是他们自己的投射，不关你的事的。你的生命价值啊，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OK， 祝福我们选D组的朋友，在这个月份里面可以温柔的接纳自己，然后活出那个最自由、最精彩版本的你。以上。